2025年11月26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菲兰做出了一个注定充满争议的决定。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星座级护卫舰后续建造计划正式取消。要知道，星座级不仅仅是一个造船项目，它是美国海军为了从滨海战斗舰的泥潭中爬出来而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首批建造了2艘船，甚至还静静地躺在威斯康星州的船台上，连一次海试都还没有进行。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来揭晓这个完美方案的背后隐藏着美军什么样的秘密。既然结局已经注定是一场灾难，那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这场灾难的起点。星座级一开始是多完美的方案，星座级护卫舰这其实是被那个著名烂尾战舰滨海战斗舰给逼出来的。当年的滨海战斗舰设计理念多么超前，为了追求极致的高速和模块化，美国海军恨不得把所有的黑科技都堆上去。结果呢，造价超支，故障不断。最终，美国海军不得不提前退役滨海战斗舰，以减少开支，并想办法更换更加可靠的舰船。于是，美国海军在2017年启动星座级项目。当时，海军高层向国会老爷们拍着胸脯保证：各位放心，这一次我们绝不瞎折腾。我们的新船主打一个便宜好用。怎么个便宜好用呢？很简单，我们不搞基础研发了，我们直接去市场上挑一款已经服役的、被实际验证过的成熟设计，拿来就能用。听起来是不是很靠谱？于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海军千挑万选，最终相中了意大利和法国联合研制的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它的法国版本被称为阿基坦护卫舰，下面我们就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吧。这确实是一个无可挑剔的选择。阿基坦护卫舰在欧洲海军里已经服役多年，无论是反潜还是防空，表现都相当优秀。对于急需补充舰队数量的美国海军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事情正常发展，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美国海军买下阿基坦护卫舰的图纸，稍微改一下武器系统，使它能够匹配美制设备，把意大利语的操作手册翻译成英语，然后交给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造船厂开足马力生产就行了。理论上来说，这么一套流程下来，一支庞大的护卫舰编队几年之内就能成军。但是剧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那当然是不会了。美国海军老爷嘛，懂的都懂，不犯病才怪呢。美国海军在拿到图纸的那一刻就开始思考，要怎么才能让这艘船变成一个全能战舰。设计师们看着这张来自欧洲的图纸，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雷达是不是有点弱呀？换成美国自己的。这反潜好像也有点弱呀，算了，也换成美国的。这防空看起来也不太好啊，换成宙斯盾。最后一句完全违背省钱这一初衷的口号被提了出来，那就是我们要在欧洲的船体上通过修改，实现美国驱逐舰级别的作战能力。这么搞的结果就是，原本海军承诺星座级与母型阿基坦护卫舰的通用性将高达 85%，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设计都不需要动，船长可以直接沿用现有的生产流程。可结果呢？当美国海军把他们想要的那些昂贵的、沉重的、复杂的系统一股脑地塞进这张图纸之后，那个所谓的 85% 通用性就只剩下可怜的 15% 了。甚至连船体的长度、宽度，甚至是原本最成熟的水下线型，都因为这些改动而被迫推倒重来。更荒唐的是，既然要改动这么多地方，那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走完研发流程，把图纸画完再开工吧。不，他们没有。为了赶上原来的交付时间表，海军又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那就是边设计边建造。说句难听的，2025年4月份，船体建造进度都到 10% 了，设计图纸还没有最终定稿。这就是为什么 GAO 的报告里会评价这艘船设计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建造过程的全面混乱。那么这艘船究竟被改成了什么样子，才会导致造价急速飙升，最终导致自己胎死腹中呢？首先被开刀的是这艘船的眼睛，也就是雷达系统。原本的阿基坦护卫舰使用的是一种旋转式的相控阵雷达，而这种设计成熟轻便，对于一艘4-5千吨级的护卫舰来说完全够用了。但是美国海军看得上吗？当然看不上。因为在美国海军的规划里，星座级不仅仅是一艘单独作战的船，它必须能够接入那个庞大而复杂的海军综合防空火控网络。于是设计师们拆掉了原本轻巧的旋转雷达，直接搬来了一套原本是给大型驱逐舰准备的主动相控阵雷达。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它由3个巨大的固定阵面组成，性能强悍，能看得更远更轻，但代价就是巨大的重量和惊人的耗电量。
为了伺候这位雷达大爷，必须重新设计上层建筑的结构来支撑这3个沉重的阵面，为此甚至搞乱了整艘船的重心，让它像一个头重脚轻的醉汉。同时还得在船肚子里塞进更粗的电缆和功率更大的冷却设备。仅仅这一个改动就让原本的图纸作废了很大一部分。既然眼睛换了，那么耳朵呢？要知道海军招标的时候明确说了要有优秀的反潜能力，原本阿基坦护卫舰上的那点通用设备自然入不了海军老爷的法眼。海军点名要求装备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CAPTAS-4 变身声呐。有意思的是，这本来就是一款法国泰雷兹公司的产品，按理说把法国声呐装在法国设计的船体上天衣无缝，至少不用大改了吧。可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海军对原版的设计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原版的声呐层式布局不符合美军的操作习惯。于是为了把这套巨大的拖曳声呐按照美军的要求塞进船尾，工程师们不得不修改了船体的长度，并重新设计了所有的水密舱壁。这一刀下去，船体结构的通用性又少了一大截。改完了雷达，改完了声呐，难道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因为还有最让美国海军放心不下的生存性问题。美国海军看着阿基坦护卫舰的原始设计，总觉得它太脆了，他们担心这艘船一旦在实战中被导弹击中，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这点上，美国海军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毕竟二战时，日军的2艘装甲航母不就是因为设计问题被美国潜艇一发入魂吗？至少美国海军觉得必须要重新设计一下了。于是他们开始给这艘船加料，原本的钢板不够厚，那就加装凯夫拉装甲；原本的电缆只有1路，那就重新布线，搞双路冗余备份。大家发现没有，每一个单独的改动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雷达更强了，声呐更好了，船也更结实了。但是当这些改动全部叠加在一艘船上的时候，这艘船已经不再是那艘轻盈灵动的意大利护卫舰了，它变成了一个体重严重超标的，甚至在结构上充满了矛盾的结合体。根据最终的数据，这一通魔改下来，星座级的满载排水量直接飙升到了7291吨，这比原来的设计整整重了700多吨。这多出来的几百吨赘肉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造价的上升吗？当然不是，在冷酷的物理学定律面前，任何重量的增加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星座级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它那令人尴尬的航速和彻底崩塌的战术价值。接下来火力军就为大家梳理一下星座级变成什么样了。我们刚才提到星座级比原版设计重了足足几百吨，这听起来似乎不多，毕竟对于一艘7000多吨的军舰来说，好像也就是 10% 左右的增幅。但是这 10% 的重量增长如果没有配合动力系统的升级，那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星座级采用的是柴电燃联合推进系统，原本是根据阿基坦护卫舰的吨位来匹配的，现在船变重了，可是发动机的功率并没有增加，都还是原来的规格，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艘船根本跑不快。根据美国海军内部流出的数据以及 GAO 的报告，超重后的星座级其最高持续航速很可能已经无法达到预定的26节，甚至在满载状态下可能会跌破25节。25节是一个什么概念？说难听点，二战战列舰都比这个速度快。大家要知道，星座级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给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当保镖。可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最高航速往往都在30节以上。试想一下，当航母编队在大洋上全速冲刺的时候，负责贴身护卫的星座级却因为动力不足，气喘吁吁的被甩在哪怕几十海里之外。这哪里是护卫舰，这分明就是个掉队的累赘。别说护航了，他不喊救命，让航母停下来等他，都算谢天谢地了。除了跑不快，这艘船在火力配置上也出了一个大 bug。 我们前面说过，这艘船有7300吨的排水量，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船体里，它装了多少导弹呢？只有区区3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你没听错，一个7000吨级的巨舰只装了32个坑。不说其他国家，就连美国自家的阿利伯克级也有96个发射坑。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局面。星座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能看清几百公里外的威胁，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声呐，能听到深海底的动静。但是当他真正发现威胁，准备动手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手里的弹药少得可怜。这32枚导弹打完，这艘造价昂贵、设备顶级的战舰就立刻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海上的昂贵靶子，跑也跑不快，打也打不过，甚至连最基本的护航任务都可能掉队。那么花费220亿美元去建造这样一款百病缠身的战舰，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海军部长在看到报告的那一刻，脑子里蹦出的也是这个问题。然而这还仅仅是设计上的问题。
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美国的造船厂，就会发现美国的军工业也出了大问题。我们之前提到，为了省钱，美国海军把这份造舰合同交给了一家位于威斯康星州的船厂——坎芬蒂尼马里内特海事公司。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商业选择，毕竟这家船厂报价最低。但是海军的大佬们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家船厂真的准备好了吗？至少 GAO 认为他根本没有准备好。报告指出，这家船厂在接单的时候，甚至连一个合格的能造军舰的数字化设计中心都没有。工人们在开工前还在忙着搭建最基础的厂房和起重机。更要命的是，这里的造船工人正面临着严重的断层。根据统计，这家船厂的熟练工人流失率高得惊人。为了把船造下去，船厂不得不从意大利总部临时调集熟练工人来追赶进度。你能想象吗？一艘承载着美国海军未来希望的、装备着最高端宙斯盾系统的战舰，甚至没办法由美国工人自己完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星座级的建造进度会慢得像蜗牛爬一样。按照原本的计划，首舰应该在2026年交付，可现在的进度表上，交付日期已经被推迟到了2029年，整整晚了3年。而且这还只是首舰，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要想完成原本计划的20艘建造任务，恐怕要等到2040年以后了。而美国海军明显没有什么耐心等下去，他们决定换一种思路来建设海军。既然大船造不出来，也造不快，那我们为什么不试试造一点别的东西呢？大型无人水面艇，这就是美国海军给出的答案。那么美国海军为什么会选择无人作战舰艇呢？首先，造一艘无人艇需要多久？也许只要1年甚至更短，因为它不需要昂贵的雷达，因为别的船会告诉它往哪儿打。它不需要厚重的装甲，因为炸了也不心疼。它甚至连厕所、食堂、床铺和空调都不需要，毕竟机器是不需要睡觉和上厕所的。这不仅意味着造价的断崖式下跌，更意味着美国那些民用造船厂也不需要费劲的研究怎么造军舰，他们只需要拿出现有的造远洋拖船、造海上供应船的技术，就能像下饺子一样源源不断的生产这种海上弹药库。这样最让美国海军头疼的数量问题就一下子解决了。试想一下，在未来的海战中，航母、导弹护卫舰或者别的什么战舰，在他们的周围将分布着几十艘廉价的无人艇。当雷达发现目标后，只要通过数据链给周围的那些无人艇发一个坐标，瞬间几十艘无人艇上的垂发系统同时打开，几百发导弹呼啸而出。虽然费钱了一点，但是火力投射量却能得到保证。当然，这一切似乎都和星座级没什么关系了。从最初寄予厚望的未来战舰，到后来的弗兰肯斯坦，星座级被抛弃令人惋惜，但也顺理成章。不过超前的设计理念虽然被否决，但是积累下来的设计经验不会消失，相信未来这些经验总会派上用场。好了，关于星座级护卫舰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评论区的朋友们还知道什么关于星座级或者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艇的消息？欢迎评论分享。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